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你被开除了，拿着这个月的工资，马上滚！富二代老板对我吼道。他不会想到，30分钟后，他的下属会苦口婆心求我回去，而我也没想到，我因此认识了我女友，并遇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暴富商机。最终，我用1000倍杠杆送给了他一家上市公司。而富二代老板则不得不把这家公司转给我抵债。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老细，波士来了。办公室里，我听到不远处别人用当地话低语。说实话，我还不能完全听懂这里的方言，但反正他们不管讨论啥都不关我的事。我扫了一眼面前的电脑屏幕，数据转换只完成了23%。我还是先玩一会儿游戏吧。你上班在干嘛？一声大吼突然从我背后传来。我收起手机，转过转椅，看见一个身材高大而略显臃肿的男子。他大约30多岁，衣着颇为考究，正气势汹汹地看着我玩手机。Dressing code 也不遵守，他直接巴拉巴拉用本地话骂了起来，比加特林机枪都快。注 Dressing code 着装要求。我很想跟他说这是一个误会，但他一直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我只好沉默而不失礼貌地听着。坐在我周围的其他员工应该知道怎么回事，可他们都畏畏缩缩看着那男子，一副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那男子掏出皮夹，一沓钞票从皮夹的边缘露出了漂亮的金黄色。他嫌弃地对我道：“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怎么这么随便就问我私人问题？”我略感奇怪，但还是报了一个数字。他怔了怔，塞回皮夹，又抽出一本支票簿，一边在上面写字，一边道：“公司不会养你这样的闲人，拿上这个月的工资，给我马上滚！”好吧，居然还给钱，我原谅你的无礼了。我面无表情地接过支票，抓起自己的电脑包就走，没接一句话，没看他一眼，因为我怕自己笑出来。走到公司门口，我摘下挂脖子上的胸卡，递给前台小妹道：“麻烦把这个还给 Mark。”这时，办公室里面又传出那男子的声音：“他是哪个部门的？”楼下咖啡店。我把刚买好的咖啡一放下，就抽出刚拿到的支票，然后愉快地把自己的名字填到了空白的收款人那一栏上。今天买早饭的时候，我还在吐槽香湾特别市的电子支付不够普及，找零好麻烦。现在我突然发现，现金支付也有优点啊，不然刚才那个貌似是他们富二代老板的男子，不会随身带现金和支票簿啊。但凡找人是走一个正常的电子支付流程，他立刻就会发现，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员工，我只是一家小软件公司的工程师、销售、售后兼老板和唯一员工。今天我是来客户这里交接软件产品的，我没有离开他们公司太远，因为过不了多久 IT 部主管 Mark 肯定会来找我的。在此之前，我只好在这家咖啡店里做一会儿自己的事情。我的座位前方几米外坐着一位20多岁的美女，侧面对着我这边，黑长直的头发，眉目清秀，穿着简约却不失时尚的商务装，正是我喜欢的类型。看一会自己的电脑屏幕，抬头看一下养眼的美景，如此往复，这环境比在楼上看工作站机箱有意思多了。当我的咖啡快见底的时候， Mark 电话果然打了过来，是你们老板当着整个楼层人的面把我赶出去的。这是我挂断他的电话前的最后一句话。虽然那张大额支票早已平息了我的情绪，但姿态还是要有的。5分钟后，
IT 部主管 Mark 出现在我面前，双手合十，一脸苦相。对不起，对不起，文哥，文大佬，我们老板就是这个脾气，请包涵。我已经包含过了，他给的比你们项目的尾款都多，我现在直接走人也没什么损失。Mark， 别呀，那是老板的钱，不关我们的事，尾款依旧给，还请劳驾上楼，把交接跟我们团队做了吧。您精心制作的业界顶尖产品，我的小弟们不知道怎么使用，不是暴殄天物吗？ Mark 又跟我解释了一大通，都是关于他们的富二代老板盈康盈大公子如何喜欢用这种方式在公司里立威，不少同事也受了霸凌，我只是被误伤了等等。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不时走神地望向自己的电脑屏幕和周围的环境。有那么一瞬间，我和前方美女的目光对了个正着。单身的我对此还是有点慌张，连忙避开视线，对 Mark 道：也罢，服务器上的数据转换应该完成了吧，我们走。2个多小时后，产品交接完成，我从之前收到支票时的那张转椅上站起，跟 Mark 握手致意。老戏，似曾相识的低语再次响起。我在想把脸转过去时，已经来不及了。前方一群人从走廊拐了过来，最前面正是盈康公子，他正搂着一个花枝招展女子的细腰，迈着油腻而霸道的步伐走了过来。他的脚步一顿，显然没想到又看见了我，空气突然变得很安静。我尴尬地举了举胸前的工牌，我现在是访客。前一次遇到盈康时，Mark 正巧临时把他的工牌借给了我，引起了误会。现在我挂的是真正的访客工牌。盈康的脸扭曲了一下，他应该已经知道之前对我的羞辱只是一场乌龙了。我看见他背后的几个员工已经捂住了自己的嘴，但没人敢发出声音。噗嗤，哈，一记不轻不响的笑声打破了沉默。我循声望去，那是跟随盈康过来的人群中的一个，黑长直的头发，眉目清秀。咦，这不是在楼下咖啡店里看见的美女吗？她也带着访客的工牌，看来是过来谈生意的，难怪敢公开笑他们老板。在尴尬的气氛中， Mark 默默把我送出了公司。写字楼的电梯要等很久，当我终于步入电梯准备关门时，背后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稍等。接下来我眼前一亮，那个敢公开嗤笑盈公子的美女也走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后1秒，她转头对我说：你好，认识一下，我叫 Lisa， 晚上是否有空，能请你吃饭吗？这幸福来得突然而莫名其妙。我故作镇定，正色道：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Lisa 的中文名字叫卢佳，她自称正在和盈康的公司谈一笔生意，想侧面了解一下这家公司，做个背景调查。她见我刚与他们合作过，就打算用一顿饭请我咨询一下，能帮上美女的忙，我还是很乐意的。况且他还带我去了一家高级餐厅。盈康的这家公司本来是由他父亲手下的职业经理人打理的，底子很好，整体运营还算不错。年初的时候，他父亲把这公司交给了他，算是让太子爷练手。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这几个月的氛围很压抑，人心浮动。经历了今天的事情，我多少有点明白为什么了。他傲娇、冲动、目空一切，资历浅，缺乏威望，就急切地把独断专行当成勇猛果决，想以此树立威信。威信是有了，恐怕能干的人也要跑光了。听了我的评价，卢家频频点头。接着他又问：你对他的母公司段记实业集团怎么看？我在跟他们开始合作的时候就调查过了，
盈康的公司其实是盈家独资的，只能算是段记的关联企业，不是下属子公司。原来是这样啊。不过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看法。你不是本地人，对段记是什么印象？我放下筷子，靠到椅背上想了想，说道：那当然是这座城市的传奇呀。在香湾经济刚崛起的时候，是众多明星企业里最耀眼的几家之一。要不是段老先生走得早，现在的段记恐怕是香湾交易所前50名的龙头企业了。我充分发挥了一个键盘强者的素质，对本地的几家知名大企业逐一点评。卢家只是静静地听着，笑而不语。上点心的时候，他突然问道：我有个小生意，你有没有兴趣做？具体做啥？冒充我男朋友。我差点把嘴里的饮料一口喷了出去。他继续道：不干涉你的私生活，再说反正你也是单身，只要每周有几天陪我在公众场合走走就行，定期送我点花和小礼品，吃个饭什么的，费用实报实销，可以有拉手搭肩这样的轻度亲密动作，不能乘机揩油，价格好商量。他嘴角翘起，微笑说道：我为了什么？还能为啥？他轻叹一口气，应付爹妈的催婚呗。我欣然同意了这笔生意，虽然女朋友是假的，但漂亮，还给钱。然而几天后，我强烈要求加钱，因为我发现这位卢大小姐居然是有保镖的，每次约会的时候都在附近跟着我们，这让我对这笔生意的风险产生了极大的顾虑。你最好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我对他说道。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家里人为了以防万一而已，这在香湾富人圈很常见了。你不放心的话，我再送你个保险。你说的我更有顾虑了，你真的只是在应付催婚吗？我盯着他道。他深吸一口气，像是做决定般说道：好吧，我还是开诚布公点，免得你总以为会受到生命威胁。父母本来给我安排了婚约，我就是想把这事搅黄了，包办婚姻。你们有钱人还活在上个世纪吗？婚约对象是谁？我需要认真评估我的安全问题。卢家，你认识的盈康？我脑海里迅速回忆起遇到盈康那天的场景，我马上意识到不对，那天他搂着的那个女人是谁？卢家微微摇头，不认识，无所谓，他就是故意羞辱我的，他也不想跟你结婚，大概吧。是我们家有求于盈家，他们提了很多苛刻的条件，婚约是其中一条，他身边的女人多的是，私生子恐怕都不止一个了。原来是用联姻巩固商业帝国呀，听起来像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婚姻。为了利益结个婚，私生活则是另一个天地。你们有钱人太会玩了，他接着道，所以悔婚的事不能由我说出来，要赢家的人说，也不能让我的父母知道。他补充了一句，这就是你找我这个曾经让他出丑的人的原因，算是一部分原因吧。接下来的一个周末，卢家果然如愿以偿碰上了他期望的场面。高档商场某名牌箱包店，卢家正在仔细地挑选包包，而我则站在他的身旁刷手机。店门口人影一晃，我抬头看去，正是盈康搂着一个妖艳的美女走了进来。这好像不是上次在办公室看到的那个女的呀，换新的了。卢家一把勾住我的手，脸若即若离地靠到我的肩上，用我从没听到过的温柔语气道：凯，这个包包漂亮吗？我呆了一下，随即秒懂了他的意思，马上伸手接过皮包，做出仔细端详状。盈康此时走了过来，抬着下巴慢条斯理地说道：卢小姐，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我提醒一下，你们卢家
最好尽快做决定。我们的条件已经很优惠了，这还是看在你外公的情分上给的。T 集团和券商的代表一直在联系我父亲，再晚些时候，说不定我父亲就改主意了呀。卢家哼了一声，没做理会，投入地翻弄我拿在手里的皮包。哟，交男朋友了？他此时认出了我，是你。盈康转头看向卢家，这里的包不是他买得起的，你得自己花钱吧？哪像他，可以有男朋友付钱。他把身旁的妖艳女人抱紧了一下。我本来是有点买不起，不过有位慷慨的老板给了我一张支票后，我就买得起了。盈康脸一僵，缓了2秒后回道：啊，这点钱就把你高兴的，我躺着什么都不做，也比你辛苦1年挣得多。他再次对卢家道：知道吗？就是让你父母低三下四求我们家的那些股份，我借给券商拿到的月息都比这穷小子的收入高。盈康又看看我的人叫你2声老板，你就飘了，一个到处乞食的个体户罢了。就在我思考着怎么回对的时候，卢家突然抢过我手里的皮包，放回柜台，然后拉上我的手：不买了，我们走。等离开店铺走远后，他小声说道：别管他，反正目的达到了，我就是要让赢家知道我有男朋友了。他说的你父母低三下四求他们的股份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道。你不用管。卢家的语气略带不快，就是我父母希望他们赢家在股东大会上投我们的支持票，否则算了，不说了。第2周的一个上午，我来到了自己公司所在的写字楼，楼下路边非常显眼地停着一辆黑色豪华轿车。走近一点，我发现它的车牌号居然只有2个字母。这座城市的车牌号是可以自由取的，但最短的1位数、2位数车牌都是拍卖的，拍得者非富即贵。我一边挤进写字楼的电梯，一边本着八卦之心，开始在手机上搜起刚才那个车牌的车主是谁。然而电梯里信号太差，浏览器的页面一直没有刷出来。一出电梯，前台小妹就叫住了我：文先生，有访客找你，我帮你安排了一间小会议室。我开的是单人公司，平时干活在这家共享办公室里。我向前台道谢后，按他的指引进了一间仅能容纳4人开会的小房间。房间里主位上坐着一位面相颇有威仪的妇人，目测大约50-60岁，一看就是久居高位者。她旁边站着一名极为干练凶悍的女子，而且我认识卢家的几名保镖之一，之前有几次约会时我见过她。该来的事情终究是来了。简单的寒暄和介绍后，妇人马上开门见山道：我希望你离开我女儿，你有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满足。说实话，只要给的够多，我都能考虑，但我还是要讲诚信的，至少先替卢家争取一下。我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请你不要干涉他的个人感情。妇人叹了口气：我知道，但我们有我们的难处。他环顾四周，寻思着说道：100万，怎么样？这可以让你这小公司运转很长时间了，也不用租这种简陋的办公室，可以去中环 CBD 的写字楼，在那边联系客户也方便。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我顺手拿起，发现是个推销号码，便直接挂了它。然而我的目光一滞，刚才在电梯里搜索车牌主人的页面正呈现在我眼前。车牌某某，拍卖年份20某某年，拍卖价 XXX1， 持有者卢氏集团副总裁段瑶。我惊讶地抬起头问道：您是段瑶女士？段瑶
已故的段记实业集团创办人段老先生的次女。原来，我那天在卢家面前大家吹捧的传奇创业家段老，是他的外公。段瑶奇道 ：“Lisa 没跟你说过家里的情况？”“是啊，我们只是纯洁的雇佣关系，与业务无关的信息，甲方不披露，我就不会问。当然，这是不能跟他母亲这么解释。”我做木讷状，他没提，我也没问。我的记忆中飞快闪过关于段记实业的种种新闻和八卦，瞬间想明白了很多事情。段老过世后，段记的大部分股份由长子继承，次女段瑶只拿了小部分。然而段瑶的大哥并不擅长经营，让段记实业数次面临破产危机。为了脱困，他变卖了很多股份，使之逐渐落到了赢家、赵家和几家大券商手中。反倒是段瑶与其夫婿一起打拼，创办了卢氏集团，近年做得颇为风生水起，慢慢收回了一些段记的股份。前些日子有新闻说，知名跨国企业 P 集团打算整体收购段记实业，赵家和几家券商支持收购，而卢氏和段家反对，赢家则没有表态。我小心地问道：“难道 Elisa 和盈康的婚约就是要拉拢赢家支持你们，保住段记？”段瑶没有回答，双眼凝视桌面，算是默认。您不知道盈康是个什么货色吗？这是把你女儿往火坑里推呀！他们赢家可能只是想吃绝户吧。卢家是独生女，我就不信赢家对卢氏集团安了什么好心。段瑶没有说话，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良久，他悠悠地说道：“我不愿意看着父亲一生的心血就这么没了呀。”你说的也对，我没有考虑 Lisa 的感受。这样吧，我只要你不阻碍卢家和赢家的联姻，至于你们俩私底下干什么，我就当不知道。100万封口费够不够？阿姨，您是个通情达理又慷慨大方的人，就是我不太能接受这方式。呸呸呸！我怎么忘了自己是假男朋友了？还有，怎么听起来像是我被包养了？不行，得加钱。我才100万，我花不了多少时间，自己就能挣到200万。你先给我几天考虑一下吧。当天下午，卢家照例来我办公室，等我下班后去约会。你这屏幕上密密麻麻这么多标价，都是些啥？卢家抱着一杯咖啡，坐在正干活的我身后，突然问道：“小姐，你怎么又亏平啊？要不是我整间公司的资产还不如你妈的半块车牌贵，我会告你商业间谍的。”哎，算了算了，他是甲方。我陪笑道：“这是期权合约，报价起来比较复杂。”卢家，期权，经常听那些做投资的提这个词，你帮我解释解释。简单来说，就是在未来某个时间买或者卖某只股票的权利。我花了10几分钟给甲方简单上了一课。卢家，明白了。咦，怎么还有报价不到1分钱的期权？我扫了一眼，对，因为他们的行权价格偏离目前的市价太多，除非股票在短时间内暴涨或暴跌，否则这些期权没有任何价值，只是白送权利金给别人。卢家，这些程序代码是干什么的？你偷窥的太多了。自动化交易程序，我还在调试中。我马上切换程序窗口，把交易代码压到了一条财经新闻下面。据悉，段记实业集团的股东大会将在2个月后召开，届时将表决是否接受 P 集团的收购邀约。目前对此明确持反对意见的段家和卢氏集团共持有约 46% 的股份，而倾向于被收购的各方大股东也持有45%。
3%的股份。这场并购是否进行？承载湘湾2代人记忆的段记品牌能否保留，将可能由目前态度尚不明确的赢家持股1%和中小股东总持股约6%决定。我偷瞄了一眼卢家，发现他正盯着屏幕上的新闻，握着咖啡杯的手指尖微微发白，神情肃然。今天你母亲来找我了，她把关于段记实业的事情都告诉了我，她希望我离开你。卢家叹了口气，看来盈康父亲给我父母施加压力了，大股东的每一次增持和减持都必须公告，这让我父母进一步收购段记股份变得越来越困难。赢家就是趁着这个机会想狠狠敲我们一笔。我想了想，一个主意逐渐浮现在脑海里，就是要控制50%以上的股票，在并购案里投反对票，对吧？还差4%，还是有办法的。威瑟，能帮我打听些事情吗？如果情况如我所想，我一指屏幕，我就能把段记送给你，不需要再受赢家的要挟了。顺便，我也能大赚一笔。当天晚上，我发了条消息给他的母亲段瑶，我要250万。2个月后，段记实业集团的股东大会如期举行。我如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 IT 民工一般，穿着惯常的格子衬衫、牛仔裤，背着电脑包，随着人流步入了大会现场。请登记一下姓名、公司、持股数量。文凯，个人持股100。我平静答道。登记员动作明显一致，抬头上上下下仔细看了我一遍，确认我没有少说一个万字。100股，我知道他内心的想法是，你为了总价才2000多元的股票专程参加股东大会。其实我是为了可以进这个股东大会，才特意买了一手段记的股票，小股东就不是股东了。登记员用2秒钟收起了自己错愕的表情，礼貌地请我去大厅靠后的中小股东区落座。我没有理会，径直走向了前方主席台。路过第1排，看见了久违的盈康大少爷，他给了我一个横，我还了他一个白眼。我走到坐在主席台上的卢家面前，递给他一个浅红色的信封，给你的礼物。2道凌厉的目光从侧面射向了我，那来自卢家的父母，卢氏集团的正副掌门人。对，我是收了你们250万的封口费，但你们看了信封里的东西，会改变对我的看法的。我假装看不懂他们的意思，对他们礼貌地笑了笑，然后低头离开，坐到了观众席上。卢家拆开信封，抽出信纸，看了一眼上面的内容，他双眼瞬间瞪大，足足呆了几秒钟后，往我这边深深看了一眼，脸上的疑惑和嘴角上的笑容都隐约可见。他将信纸递给了身边的母亲，母亲段瑶看了看，两眼突然迸发出亮光，然后把信纸给了另一边的卢父。他们交头接耳了一阵，随即一起离开了主席台。卢家随后又发了几条消息给我，要确认一些事情，我一一做了回复。当然，我没告诉他买那么多期权的钱是哪里来的。10来分钟后，股东大会正式开始，主持人正在宣讲一如既往的套话开场白。卢家3人再次进入会场，卢父卢母坐回主席台，而卢家则走向了大会主持人。对不起，打断一下，我们卢氏集团有要事宣布。他接过主持人的话筒，先后向主持人和台下观众致意，感谢诸位股东光临大会。但鉴于下面的变故，我提议大会延期1个月举行。台下一片哗然，想拖延并购案吗？看你们有什么花招？
一个券商代表说道：“卢氏集团将从1周后开始的1个月内，从二级市场上收购至少4%的段记实业股份。届时，段记的股权结构将发生关键性变化，故我们提议大会延后举行。”台下的喧哗声更响了。段家和卢家目前控制了46%的股份，如果再成功收购1%，将正好超过半数，可以否决并购案。然而，从证券市场上收购那么多的股票，谈何容易？更何况段记的散户持股比例不足4%，大股东的股权变更必须提前公示。如果要收购市面上的那一点点流通股，那段记的股价会瞬间飞到天上去。坐在第一排的盈康大声道：“真是笑话！卢家是打算背上巨债，奋力一搏吗？当心把卢氏集团也搭进去。”另一个声音说道。主席台和前排大股东坐席上爆发出了不少嘲笑的声音。我扫了一眼手机，段记的股价已经开始涨了，看来像我一样现场看盘的人不在少数。卢家用手按了按，示意观众安静下来，然后继续说道：“我们还有一件事宣布，今天我获得了段记实业4%股票的认购期权，行权价在23元至29.5元之间。卢氏集团在之后的收购过程中，将适时对这些期权合约行权。我持有的期权合约细节将在会后公布。”特此公告，大厅里顿时炸锅，几个人拿着手机冲出了会场，而更多人则是在座位上或用手机或用电脑开始各种操作。认购期权合约就是买方提前支付一定的权利金，锁定在一定期限内，以固定的行权价购买股票的权利。比如说，在下个月底到期的25元认购期权合约，价格可以是每股0.01元，只要你付出这0.01元的权利金，那在下个月底前就有随时随地以25元的价格购买一股股票的权利。哪怕股价飞涨到250元，你也可以以25元购买，而合约的卖方必须履约。当然，如果到下个月底时，股价始终低于25元，那你从市场上以20出头的价格直接买股票，要比按合约指定的25元购买更便宜。如此合约就成了一张废纸，你将损失那一开始付出的0.01元权利金，被合约的卖方白赚。段记的股价过去长期低于20元，最近则由于 P 集团的收购案，股价一直在20到22元之间波动。最近到期的23元以上的认购期权几乎全是1分钱上下的白菜价，因为几乎没人认为短期内股价会涨到那么高。我花了整整2个月，以自动交易的方式，用段瑶给的250万封口费，不显山不漏水地慢慢收购了这些垃圾期权。此时我看了一眼实时股价，段记的股价瞬间飙升到了23元以上。我有异议。主席台上一名券商代表站起来：“你们卢氏集团作为大股东，购买这么多期权也是需要提前公示的，为什么之前没有任何消息？我认为这些期权合约必须撤销。卢家，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公示了，这是我个人获得的私人赠与。”事情就发生在半小时前。在主席台其他人质疑的目光中，卢家把一张信纸投影到了大屏幕上。本人文凯今将名下 XXXXX 首段记实业认购期权合约赠与卢家小姐，明细如下。
最后的署名日期是今天。这个文凯是谁？从没听说过呀。主席台上，来自赵家的代表站起。我们从没听说过这个人，他凭什么就送你期权？我们怎么知道这署名日期是不是真的？卢家脸上闪过一丝红晕，随即清了清嗓子，正色道：文凯是我男朋友，送我礼物不行吗？大厅里再次沸腾，而观众此时分裂成了冰火两重天，一部分人嗅到了八卦的气息，开始兴奋地到处打听；另一部分人则眯起眼睛，托起镜架，或者用手机的高倍镜头仔细阅读起大屏幕上的信件。我把赠与期权的行权价、对应股票数量都列在信纸上，这对投资者来说，那是预测下面几周股价走势的关键信息。而此时的我已走到主席台前，站在了卢家的身旁。我就是在这次大会开始前将赠与信件交给卢小姐的，就在这个位置。会场的监控可以提供证明。台下举起了无数台手机，对着我和卢家猛拍。赠与的时机是我认真策划过的，就是为了防止被监管方判定为内幕交易。另外，段瑶找我的那天，我拿起手机后也顺手开启了录音，这本来是为了以防万一，而后来成了我250万资金的来源证明。这是来自卢家的封口费，绝不是假手于我偷偷收购期权用的。当然，如果监管方没打算查，我就不会把录音公布出来，毕竟那会让卢母非常难堪。我的所有交易事先都没有和卢家沟通过，唯一有联系的事情是我找卢家确认过，段、卢两家没在证券市场上出售过期权，否则最终变成自己买自己的股票，这笑话就大了。你持有那么多期权，也需要提前公告吧？此时盈康站起来质疑道：亏你还是大股东家族的人，5%以上的股权才需要公告，这是香湾交易所最基本的规则，你不知道？盈康脸色一僵，略带尴尬地坐了下去。此时他面皮紧绷，眼珠四处乱转，透着一股宛如拉稀时到处找厕所的慌乱。接着他一边掏出手机，一边迅速冲出了会场。我略感奇怪，盈公子完全没有背对后应有的愤怒，反而像是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匆忙离开了。我不再管他，拿起自己的手机瞄了一眼。此时段记的股价已经超过24元，几乎同时，交易 App 的新闻栏开始滚屏，一大波段记的相关新闻跳了出来。卢氏集团宣布收购段记实业股份，段记并购案再添变数，神秘人赠与期权，卢家公主胜券在握，金融才俊是爱卢家千金，白衣骑士枪挑4大券商，仅持一手股票的微纳股东，暗藏杀招，掀翻段记并购。你们香湾的媒体真的好骚啊！不过我喜欢。卢家和他父母在兴奋和忙碌中度过了接下来的2周时间。毕竟我只赠予了期权合约，而行权买股仍旧需要筹集大量的真金白银。我收购的行权价格比段记股票的真实价格高了不少，但仍在可控范围内。对于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段记的段、卢两家来说，这已经是得到大便宜了。而有了期权的保价，银行也乐得贷款给他们。与此同时，段记的股价在剧烈波动中曲折上升，最终达到了29.5元附近。卢家手里持有期权的最高行权价。然而之后的2天里，段记的股价猛然抬升，快速突破了40元和50元。当价格快到60元时，
交易所以股价异常波动为由，勒令段记实业暂时停牌。我就不明白了，我们明明公示了最高29.5元的行权价格，为什么有人会去买50多元的股票？我们收购完成后，股价多半会跌回到20左右啊。卢家坐在自己大落地窗的海景办公室里，向我询问道：自从股东大会后，卢家父母就默认了我这个卢家男友的身份，让我自由出入卢家的地盘，而卢家也没有终止我们的雇佣协定，而是把我当成了投资顾问，经常找我咨询相关问题。我从期权最初设计的初衷来说，确实不该这样，但人心永远是贪婪的，如果有一本万利的事情，一定会有人去做的。怎么说？卢家接口问道。有人超售了段记的期权。看了看卢家询问的目光，我继续道：你手里有100份股票，就可以出售100份认购合约，如果合约最终不行权，你就白赚一笔权利金。那么如果你手里根本没有100份股票呢？只要股价没有涨到值得行权的价格，你岂不是空手套白狼了？1分钱不花，空卖100份合约出去，赚得更多。这就是一次对赌，大概率赚一笔没本钱的利润，小概率蒙受大额损失。一般情况下，他们都能赢，就算输了，大不了赔钱从市场上买一些股票补上。但是这次不同，你们志在必得，而市面上没有足够的股票流通，所以他们被迫高价抢购，要赶在别人之前买入足够多的股票平仓，互相踩踏了。卢家点了点头，我们的行权价本就可以让原来的持股者赚不少钱了，奈何总有人贪心不足。这时，一名助理敲门走了进来，说卢母的办公室里有访客，需要我们也过去。来到段瑶的办公室时，我们再次看到了老熟人赢大公子赢康，他希望买一点段记的股票平仓。事情的发展有点出乎我们的预料，赢家手里是有足够股票的，哪怕那1%的期权全是赢家卖出去的，他们也可以从容平仓。然而事实是赢大公子自作主张，与一家券商合作，卖出了约1%的期权，拿权利金中饱了私囊。以赢康还不是家主的角度出发，他本质上也是在超售期权。我突然想起上次在那家名牌箱包店偶遇赢康的时候，他为了同时讽刺我和卢家，曾提过他把卢家惦记着的段记股份借给了券商，收的利息都比我这个体户的收入高。现在看来，他擅自借出去的股份被券商用来卖期权合约了。赢康今天说话的语气特别恭顺，我可以保证让赢家在下次股东大会上投票支持你们。请看在我爷爷曾是段老爷子部下的情分上，千万高抬贵手。段瑶板着脸一言不发。卢家默然道：现在想起来我外公的情分了，你们上个月的时候跟我家讲过什么情分吗？直到上次股东大会前，赢家对卢家的漫天要价就没停止过。当然，在卢家的抗争下，心软下来的段瑶在最后一刻还是拒绝了卢赢两家的联姻，但代价是出让了更多的商业利益给赢家。有了我在股东大会上的搅局后，之前卢家答应赢家的条件自然不再作数，但这显然不能平息他们对赢家的怒火，尤其是卢家。卢家，相信你们还不如相信握在手里的股份。我们只有50%的股权，一点余量都没有，多少都不卖，找你爹想办法去，快滚！赢康陪笑道：我爹看好伯父伯母掌控段记，
断记实业将来必定蒸蒸日上，日进斗金。出借断记的股票给券商，是我擅自做的决定，是我不对。我爹已经狠狠骂过我了，这次我过来，一是代父亲为之前的事情赔礼道歉，二是让我自己解决犯下的错误，买个教训。所以他犹豫着没有继续往下说。我不禁有点佩服盈康父亲的如意算盘。当初 P 集团收购断记悬而未决，盈父握着股份齐抢两顾，待价而沽，而现在并购不可能再继续，他就想着保留股票，维持大股东的身份。好在断记里有一定的话语权，同时这还可以震慑一下胡作非为的宝贝儿子，实在是一举两得。只不过盈康为什么觉得可以在卢家买股平仓？此时盈康略带狐疑地看了看他们母女，又把目光转向了我。我从金融圈的朋友那里知道，这次市面上售出的期权其实占了总股权的5%，还有更多的期权在你们手里，对吗？卢家和他母亲也把目光转向了我，我露出和煦的笑容。40元一股，我可以把我手里的0.89%的期权卖给你，只有那么多了。市面上剩下的不是我买的，我卡着上市公司公示要求的下限，买了4.99%股份的期权，其中1%送给了卢家，0.89%留给了自己。正需要一个冤大头帮我套现，按20多的行权价和将近60的停牌价计算，我的这批期权的单价只值30多元。但谁让你惹过我和卢家呢？40太贵了，30吧，40、35、40。你会不会做生意呀？有你这么谈价的吗？我不会，我是程序员，只认死理。40。盈康一阵纠结后，我拿到了一张9位数的欠条，均价1分钱买入，40元卖出，4000倍利润。老细，我和卢家刚走出电梯，熟悉的低语再次传来。不过这次我不用在提防突然出现的盈康了，因为现在我才是那个老细。盈康为了那张欠条，最终将这家公司转给了我抵债。门口前台，一排员工穿着统一的西装或商务套裙，恭恭敬敬等着新老板的首次光临。为首的是跟我最熟的 IT 主管 Mark。我看了看身上的格子衬衫牛仔裤，不禁皱了皱眉头，挥了挥手说道：大家随意，别这么拘束。好的业绩靠的是专业知识和敬业精神，别把公司搞得跟发廊似的，对吧？我记得你们卢氏集团也没那么多规矩。我回头对卢家道，卢家微微点头。今天我就来随便走走，你们回自己工位干活吧。盈康曾经的总裁办公室里，我和卢家坐在办公桌两边。我的建议考虑的怎么样？我对管一家几百人的公司没什么经验，不如交给你们卢氏集团打理，而我只需要换一点卢氏的股份，不影响你们对断记的控制。卢家颔首赞同，我当然没问题，不过这事我还得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顺便问一下，晚上能请你吃饭吗？我一边说着，一边从办公桌下摸出一捧玫瑰花，送到他的面前。不是要你报销的那种。卢家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好，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